酒店就同城，超级省的同城旅行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长话短说啊，花儿爷那边财大气粗的，相信已经给你付过钱了，就不需要我再付了吧？小三爷，您要跟我提钱，我现在立马就走。哼。朋友，不管你是谁，如果你在未来看到这本笔记，请不要为上面的故事所惊讶。这一次要讲的是一个非常难以讲清楚的故事。首先我要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的名字叫吴邪，经营着一家叫做吴山居的古董铺。说是经营，但其实什么都干。我的祖辈都是土夫子，而我什么都不会。我是吴山居的老板，我还有2个二老板。胖的这个叫做王胖子，你一看就知道，我们2个人乐观开朗，是积极向上的小伙子。第3个人，你也一看就知道了，不太好相处。这个人脾气很怪，大名叫张起灵，外号叫小哥。为了要把我想讲的故事讲清楚，我得从他是谁开始讲起，这也是这个故事难讲的原因。他是谁呢？没有人知道。我认识张起灵的时候，他已经失去了记忆。他说他只记得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雪山之中，但不知道自己在里面做什么。记忆中，他就是一直在走路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不知道是要走出来，还是走进去。他在雪山中徘徊，到底在寻找什么呢？请耐心的等我讲下去。张起灵在寻找自己记忆的过程中，进入了隐藏在西南深山里的张家鼓楼。据说，这是他家族的祠堂，其中有他记忆的线索。张起灵前往该处的地下山洞进行探险，已经失踪数日。我和胖子前去救援。暂时安全。田震，接口。
胖子，打个对讲，里面可能会有信号。得嘞。小哥，能听到吗？我是吴邪，我和胖子来救你了。张起灵，听到回话。小心点！我在爷的笔记里看到过这个，古人会用玉璧来圈养一种叫做密扎陀的动物。这里很危险，赶紧走。我知道。走吧。张家鼓楼终于到了，真不容易啊！张起灵，走吧，是死是活都得亲眼看见。这不是大哥你说的话吗？张家鼓楼小哥家的祠堂，开开眼。哎，这地方怎么到处都是白色的灰尘？这楼很大，我们先找找，看看有没有小哥的痕迹。张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族？胖子，啊，小英往这边来了。胖子，这里的脚印乱了，他们在这里应该遇到了事情。这里到处都是打斗的痕迹。哟，大猫咪的爪印啊！看这些打斗痕迹，小哥肯定参与了。这么离谱的身手，也只有小哥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密扎陀！射他！用弩箭射他！
这有东西化了。有什么结论？小哥带的人不少，但是他受伤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快点走！啊，你说清楚点啊！我说你。这边没有脚印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打成这样，脚印全团一块儿了。小哥的脚印我能认出来。哎呀，来吧来吧，给个脚印看看吧。胖子，啊，到。不会在这里的。全是书啊，应该是张家收录的古籍和卷宗，记载张家历史的。这么多房间都放满了，这张家得是个多大的家族啊！等找到小哥了，可得让他来给我们好好讲讲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了张家鼓楼的内部全貌，我无比的惊讶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张起灵家的祠堂是这样的？我发现我对张起灵一无所知，但我不知道的是，接下来我将遇到的事情，才是我这一生的噩梦。这脚印到这儿就没了。天真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儿啊？完了！什么情况？可能是我们打的信号弹点燃了木地板。都跟你说了，让你小心点。那能怨我吗？那还不都是因为你刚才……刚才有这个吗？这装备是小哥他们队友的，他应该是从上面掉下来的。找到他们了。胖子，拖一把。胖爷，我老了，这回换你在前了。来了啊！
这么凶险的事儿，咱俩没陪小哥一起来，现在成这样，搞得好像我们不讲义气。小哥呢？吴邪到底藏了什么呀？雀巢咖啡丝滑拿铁，一口状态回归，捕捉所有线索。在这儿，雀巢咖啡丝滑拿铁，唤醒灵感，提醒每一天。小哥，胖子，胖子，小哥，小哥，醒醒，小哥，醒醒。根本不了解他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装什么装啊？根本不了解他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装什么装啊？你根本不了解他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根本不了解他。你装什么装啊？你根本不了解他。了解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了解。你根本不了解他。我了解。小哥并没有死，他通过给自己放血降低了自己的心率，从而活了下来。但他在张家鼓楼里，并没有完全找到自己的记忆。我们把他救出来以后，本以为我们会一起去寻找他的记忆和过去，但没想到，他为了去解决一个本该由我来解决的巨大麻烦，必须离开10年。这里面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必须有人进去解决。10年之后，如果你还记得我，你可以回到这里，也许你还能看见我。10年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本应该去守门的人，其实是我。
他隐瞒了真相，代替我去经历10年的折磨，我无比的内疚。我下了决心，在这10年里，我也要做一件事，我要替他查清他失去记忆的原因。我希望能再次见到他，了解他的秘密。小哥临走前留下的这串珠子，是我现在唯一的线索。我知道事情没有那么容易，但有些事情，即使再不容易，也必须去做。这种视频很常见。秀秀，你看一下这是什么？这个珠子是一种有机宝石，一般我们称它为月光石。它本身的韧性能使微雕刻得特别清晰。为了隐藏信息，通常会把信息刻在这个穿孔处的四周。你别看它好像有什么磨损一样，其实上面留有一些隐秘的线索。是一只蝎子。蝎子在传统图案里有很多隐含意义，能帮我查到这个图案的来历吗？放心，网络、报纸、托人，一切能想的办法，我都会帮你找的。这个图案一定有意义，我有一种预感，它是一把钥匙。我做珠宝生意的，太漂亮了吧？不上下手吧？这种珠子我在我姥姥家就见过。楼上不要小猜，我在明春一带见过差不多的石头。他买的石头不是蝎子，虽然不认识这去私聊。楼上见多识广啊，交个朋友吧，相逢即是缘。确实没见过这种珠子，不是天然材料做的吧？这些年的每一个线索，都是死胡同，或是被捉弄。没想到，最重要的线索，又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。小三爷吉祥！滚！哎，三爷，小三爷，咱这脾气这么多年，怎么就一点不变呢？金万堂，你少废话啊！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会卷入到那么多荒唐的事情里面去吗？趁我还没想动手之前，赶紧离开我的视线！哎，三爷有信物，有信物！金万堂因为蝎子珠而来，似有重要线索。我已听过一遍，真假莫辨。你也暂且听他一说。我处理完这里的事情，立刻前来与你商讨。哎，小三爷讲究啊，还把酒给备上了。咱俩长话短说啊，花儿爷那边财大气粗的，相信已经给你付过钱了，就不需要我再付了吧？小三爷，您要跟我提钱，我现在立马就走。哼。我看您登报搜寻那个蝎子图案的背景，您不觉得那个蝎子图案特别古怪吗？我要是没说错的话，那应该跟姓张的小孩有关吧？您看看这个，这是一个姓马的财主的后人，在家道没落的时候拿出来甩卖的。
正好让我一线人给看见，觉得这珠子不错，拿给我，想让我给他卖个高价。我一看，跟你那珠子一模一样。这孙子当时为了渲染这珠子的价值，还给我看了一本他祖父的回忆录。这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。抬上来。他祖父叫马平川，马鞍村的土豪，在村后头有一座山，形似武曲。这武曲不是得财吗？这马家一想，就把这座山给占了，把祖坟也迁过去了。就在那一年，这座山上发生了一件怪事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什么情况？怎么全部都黑了？马平川当时就觉得这地方有问题，要把后山的祖坟迁走。但就在迁坟的时候，往下挖了10几米深，您猜怎么着？愣没挖着棺材。不仅如此，方圆100里的植被都枯死了。经过一番彻查之后，马平川发现，所有棺材不见的祖坟全部都集中在植被枯死的地方。老祖宗保佑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不好了！来，让，老爷。谁干的？老爷，这不突然就成这样了？你看这些花草，还有这地面，跟后山的颜色一样，莫不是家里遭了什么不干净？胡说！这是装神弄鬼，装神弄鬼！哦，是。老马家戒备森严，密不透风，那小孩竟突然出现在他家的房顶上。来人！老爷，哎，快把他弄下来吧！我知道你们的棺材都到了什么地方。卷入一段冷冽宿命，那片血会藏着谜，就算含义无可抵御，也要点燃我执迷。当到所有风雪消弭了，不再掩盖着那片未知深情，只有你向永恒走去。早已混淆颜色，也许早已沉沦婆娑。忘了为何，忘了结果，不如忘了那道伤口，那道枷锁，让军风再美。结果，却更执着世界如何，理解如何，感觉将不会。忘了归期，忘此刻。刻下一段无名诗句，那座山转
转身忘记，就算光阴断了不息，也未抹去你痕迹。只是这条路总崎岖的，人们眺望的也是奔波魂萦，一生门中窥见天地。就算早已混淆颜色，就算早已沉沦婆娑，忘了为何，忘了结果，不如忘了那道伤口，那道枷锁，让飓风再美。忘了为何，忘了结果，却跟这种瞬间。